观之道为师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手指发麻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，大多数人不重视，认为手指发麻没什么大不了，麻过一阵就好了。其实经常性手麻可能是一些疾病发生的前兆，千万别不当回事儿，应该引起你的警惕了。如果您出现拇指、食指、中指等部位的麻木和感觉异常，甚至有时候手部疼痛向肩部放射，且夜间症状加重，这时的你就应该对这类症状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今天小关就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引起你手麻的几种原因，希望能引起你的重视。感兴趣的关友们可以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手麻可分为生理性手脚发麻和病理性手麻。生理性的手脚发麻主要由不良姿势或是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造成的，导致局部供血不足，末梢血液流通不畅，如上厕所久蹲、久拎重物、睡姿不正确等。这类手脚麻木一般症状较轻，对身体的影响较小，通常能在短时间内缓解，握拳、拍打、紧绷脚步等动作重复几次即有缓解之效。而说到病理性手麻，问题就大了。小关先来分享一个病例。有位26岁的小陈最近很是烦恼。1个月前，他左手的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常常麻木不适。一开始只是半夜或者早上醒来的时候出现，甩甩手就好了。他以为是自己睡觉的时候姿势有问题，并没有在意。可是麻木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，白天也常常感觉麻木，尤其是在玩手机和骑电瓶车的时候。家人及朋友都觉得他可能是得了颈椎病，但做了颈椎磁共振却查不出明显的问题。这下小陈急了，难道自己年纪轻轻就中风了吗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他忧心忡忡地来到中医院神经内科就诊。医生接待了他，在仔细询问病史以及查体后，发现小陈是个严重的手机控。下了班到家，唯一的休闲娱乐活动就是玩手游，常常一玩几个小时，几乎天天如此。因此医生表示，手麻考虑是腕管综合症，和过度使用手机有关，建议小陈先去做个肌电图检查。肌电图的检查结果验证了郎医师的判断，医生根据小陈的病情给予营养神经、左手腕适当制动，并嘱咐他尽量避免长时间玩手机。1周后复诊，小陈开心地表示手指麻木的症状已渐渐好转了。医生表示，腕管综合征如能尽早检查、早期诊断，并给予及时有效治疗，预后效果非常好。但在实际生活中，腕管综合征的误诊率也很高，很多人都将其误认为是颈椎病，治疗往往收效甚微，反而延误了病情，错过了早期、中期的药物、局部小针刀、外科手术等治疗时机。到了后期出现肌肉萎缩、肌力下降，损伤已是不可逆的了，可能留下永久的残疾。如另一位患者李阿姨就没有小陈这么幸运了。李阿姨从事家政工作已经10年多，5年前就开始出现双手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麻木等症状，右手比左手明显。一开始她忍着不去看病，近2年麻木明显后就诊考虑颈椎病，尝试了中西医各类疗法和民间土方法，均以失败告终。近日他来到中医院神经内科，被诊断为双侧腕管综合征，左手中度，右手重度。然而因为患病时间太长了，李阿姨的右手大鱼际肌肉出现了萎缩，神经损伤已经不可逆。医生惋惜地说道，因此对于腕管综合征患者来说，早诊断、早治疗显得尤为重要。医生提醒，在日常生活中玩手机和电脑办公注意节制，隔一段时间进行手部放松。手工劳动者可以佩戴护腕，尽量避免频繁或者长时间屈腕动作，可有效预防腕管综合征。看完上面2个案例，想必大家再也不会忽视手麻这件小事了吧？那除了腕管综合征，可能出现手麻症状的疾病还有很多。1、颈椎病。颈椎病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慢性疾病，可能因为长期久坐不愿活动，颈部姿势异常，尤其是电脑手机应用时间过长，使颈椎间盘发生退行性变，导致颈椎间盘突出或是关节突发增生或肥大。这些突出的颈椎间盘或增生的关节突一旦压迫邻近的颈神经根时，便会出现手指发麻。
当然，颈椎病除了有手指麻木、感觉异常以外，还伴随其他症状，如胸闷、胸痛或活动障碍等。2. 脑梗。中风除了肢体麻木外，还会出现言语含糊不清、肢体无力、抬起困难、口角歪斜等症状。当然，中风也可以单纯表现为肢体的麻木。如果突发的手麻，怀疑中风时，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，进行头颅 CT 或磁共振的检查，了解有无脑出血、脑梗死等急性脑血管疾病，及时进行治疗。3. 糖尿病。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长期维持较高水平，长久以往对人体血管、神经造成极大伤害，可产生多种并发症。比如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，患者会有手脚麻木和感觉异常等症状。出现上述症状，建议检查血糖，明确诊断。当患者出现手臂、手指发麻症状时，很可能已经患病了。这时候绝不是什么前兆的问题，不应该消极等待，心存侥幸。在这3种常见疾病里，哪怕是大家认为最轻的颈椎病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都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所以一旦患者持续存在手麻症状，应该及时前往地方医院进行诊断，进行科学合理的治疗。另外，根据麻木感出现的不同位置，也可以区分疾病。单手麻木，警惕颈椎病。如果是一侧的手臂、手指麻木，那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，通常是慢性反复发作的麻木，同时伴有肩颈部的酸痛、僵硬等症状。上肢和腿麻木，警惕腰椎病。腰椎病引起的手脚麻木，它是由腰椎病变引起的上肢麻木和腿麻木。这种四肢分散麻木出现的情况是局部神经受到了刺激，如腰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等。椎间盘压迫神经可导致人体行动不便，甚至大小便失禁等。手指麻木无力，警惕腕管综合症。腕管综合征是指腕部外伤、骨折、脱位、扭伤或劳损等原因引起腕横韧带增厚、管内肌腱肿胀、淤血激化，使组织变性，或腕骨蜕变增生，使管腔内周径缩小，从而压迫正中神经，引起手指麻木无力为主的一种病症。单侧肢体麻木，警惕脑梗先兆。如果手脚麻木出现在一侧肢体，而另一侧完全正常，那就要警惕是脑梗的先兆了。脑梗引起的肢体麻木通常都是急性的，同时还可能伴随言语障碍、半侧肢体活动障碍等症状，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紧急就医。对称性麻木，应防糖尿病变。糖尿病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常呈对称性疼痛和感觉异常，下肢症状较上肢多见。感觉异常有麻木、移走、重爬、发热、触电样感觉，往往从远端脚趾上行，可达膝上。患者还会有穿袜子与戴手套样感觉异常。麻痛不止，小心肿瘤。老年人出现长期慢性的手脚麻木，持续不能缓解，还要考虑可能是由恶性肿瘤引起。肿瘤晚期因远隔部位效应影响，会产生相应的神经症状，如手脚麻木、无力、走路不稳等。因此，未查出常见原因者，一定要做全面检查，比如肝、胃、血液等。女性需要特别查看卵巢和乳腺，以便尽早发现肿瘤，及时治疗。手麻的感觉并不好受。节目的最后，小关要分享5个能迅速缓解手脚麻木的方法。1. 轻轻捶打，捶打的力度以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为佳。2. 左脚麻时抬起右胳膊，右脚麻时抬起左胳膊。3. 平时睡前可以用热水泡脚，增进血液循环。4. 水瓶练腕力，准备约250cc 的瓶状物，像是饮料罐、小水瓶，将手掌朝下握住装满水的瓶子，以缓和的速度将手腕上举及下弯，上下皆维持5秒，来回10次。5. 拉筋解腕伤，将手臂向前伸直，手心朝下，以另一只手将手背向下压，再将手掌向内扳，各维持10秒，来回10次。总而言之，大家一定要警惕手麻这件事。如果您也有缓解手麻的小妙招，不妨在视频下方分享给大家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